我叫宁黛玉，家中排行第3，也是家里最好吃懒做的庶女。李素非我不娶，但我心里只有状元郎。宁三，我要你赌上清白，去逼他娶你。啊？我吗？对，就是你。三姑娘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！战功赫赫的大将军李肃有意向府里求娶狄小姐，可咱们小姐早已心有所属。等等，你们真的想让我去勾引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将军李肃吧？没错，你是我宁家的女儿，如今家族有难，你理当出力。3日之后将军府办庆功宴，你按我的吩咐做，赌上你的清白，逼着大将军娶你。京城里谁不知道李肃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杀神，战场上杀伐果断，性子冷厉狠绝。宁代婉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怎么，你不愿意？那可是大将军啊，若是他发怒，我这小命还要不要了？三姑娘，这可是为了府上的前程，大将军备受皇上器重，若是他真要提亲，宁家也不能拒绝。只有你坏了名声，缠上他，狄小姐才能脱身。别耍花样，要是办砸了，你和你那个姨娘都没好果子吃。这哪里是火坑，分明是天上掉馅饼了。李肃战功赫赫，家产丰厚，又没有公婆侍奉，这工作环境简直是顶级 offer 啊！那宁三全听狄姐吩咐。算你识相，去准备吧。定不负狄姐期望。怎么了这是？谁惹我们三姑娘不高兴了？莫不是狄姐院里的点心不合胃口？娘，天塌了！狄姐刚才逼我，要我去勾引大将军，逼着大将军娶我。你琴棋书画样样不通，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，大将军怎么会看上你？别许人忧天了。娘，你可别小瞧人，说不定我一出手就把大将军迷得神魂颠倒，非我不娶。少吃一点吧，又胖了。姑娘夫人，馄饨来了。姑娘，哇，好香啊！还是娘最疼我。再这么胖下去，可真嫁不出去了。那我就不嫁人了，一辈子陪着娘。傻话。娘，生辰快乐。你这孩子怎么还记着这个？娘，别去找大夫人求情。你信我，我能处理好这件事情。娘，你仔细想想，在咱们家3个庶妹中，论姿色我根本排不上号，论才华我更是倒数，可狄姐却选中我去勾引大将军，这不明摆着是大夫人差遣她的。那位新来的赵姨娘近来颇得我爹宠爱，隐隐都不把大夫人放在眼里了，连每日的晨昏定省都总借口不去。大夫人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想逼着您出山呢，逼着您站在她的阵营里去跟赵姨娘斗法。孙七娘是个狐妹子，惯会勾人。傻孩子，拿捏男人是有秘诀的。大夫人把老爷当成夫君，敬爱有加；王姨娘把老爷当成钱袋子，天天供着；林姨娘把老爷当成有情人，时时缠着。娘，那你把爹当成什么？我把他当个屁啊！你爹是个4品文官，在这京城里高不成低不就，整日在外面巴结上官，驾驭下属，回到家一眼扫过去，还得吊着心眼子应对大夫人，听王姨娘的小把戏，安抚林姨娘那颗破碎的心。这么说，我爹好像一个勾栏小厮。你这小姑娘家家的说些什么话？总之，把他当个屁，他反而舒坦。娘，您先休息，女儿再看会儿书。我得有出息，做我娘的依仗。开酒楼不行，士农工商，商人低贱。我要是敢去开，我爹非打死我不可，我娘也会沦为笑柄。
做个才女更行不通。我高考结束以后，连一首完整的诗都背不出来。想来想去，竟然只能随大流。嫁人才是我的终身事业啊！只要我嫁得足够好，我娘才能在府里过得好。姑娘，您整日钻研这些，到底是在看什么呢？我是在苦苦钻研为妻之道，给自己找个如意郎君。萍萍你是不懂，给人做妻子就是一门职业，要兼任人事、财务总经理，很不好当。所以我的求职意向很明确，那就是找一个财力雄厚、人际简单的公司入职。瞧瞧，大将军带兵打仗是一把好手，个人竞争力杠杠的，现在备受皇上器重，攒下不少钱财。而且他没有兄弟姐妹，少了许多纷争，又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，我嫁过去连公婆都不用侍奉。这跟我的求职意向匹配度高达90%，简直完美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这学历已经卡死了。现在的京城贵人圈子重文轻武，相亲就要吟诗作对。我这种高考结束连一首完整的诗都背不出来的，婚事根本谈不成。这也是嫡姐看不起大将军的原因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大将军这人没什么文化，我也没文化啊。我们两个没文化的凑在一起，谁也别嫌谁浅薄。早在嫡姐开口之前，大将军的名字就在我枕头下压了很久了。为了嫁给他，我暗戳戳的钻研了3年的18般武艺，如今练就成功，只等着实践了。大将军，我来了！好嫡姐，这天才刚亮，你就遣人把我带到你院子里，非要给我梳妆打扮做什么？哎呀，嫡姐你这眼眶红红的，显然是刚背着人偷偷大哭过一场啊！你们动作快点，把这只金簪给三妹妹插上。嫡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昨日状元郎不是上门提亲了吗？爹没有答应，态度也模棱两可。爹说了，皇上看中那个莽夫大将军，不能得罪他。他的婚事一日不定下来，我就一日不能嫁给我的状元郎。难不成我是他大将军砧板上的一块肉不成？他瞧上了，别人都得退避三舍。我跟嫡姐是不能共情的，我真想不通，那个状元郎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嫡姐，我先前遇见过徐家妹妹，那一身衣裳旧的都过时了。她母亲更是为了几文钱，就能在街上同卖菜的争吵半天。这状元郎全靠老母亲跟妹妹供养才高中，做了官却不知道疼惜家人。如今他吃了母亲的健康，妹妹的青春，你又何必眼巴巴的送过去？你懂什么？只有我跟他熬过苦日子，来日他发达了才会惦记我的好。你可想错了，男人一旦发达，立刻就会忘本。他现在把你当神女似的供着奉承着，等将来他的官做得比我爹大了，回想起这段穷日子，只会对你满肚子怨气。嫡姐，状元郎入翰林院，虽说前途无量，可那也有的日子熬了。等他熬出头，少说也得3年5载。你嫁过去，势必要跟他过清苦日子的。只要能嫁给徐郎，什么苦我都能吃。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。放心吧，嫡姐，你这清苦日子我肯定是不陪你过了。大将军那高薪职场，我入职定了。一会儿到了将军府庆功宴，你找机会往湖里一跳，我的丫鬟会立刻嚷嚷求救。将军以为是我落水，保准会跳下去救人。等救上来发现是你，木已成舟，他必须娶你了。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草包，可我这嫡姐好像也聪明不到哪儿去。嫡姐，我有3个疑问：第一，若跳下去救我的是别人怎么办？第二，若将军不会游泳，根本不跳下去怎么办？第三，若将军救了我，也不肯娶我怎么办？放心，我会让丫鬟单独把他约到湖边，他误以为是我落水，豁出命去也会救。至于不肯娶你，哼，你可是我妹妹，他毁了你的名声却不娶你，不是白白惹我伤心，他啊舍不得的。大将军久经沙场，从泥腿子混到现在，凭啥为你豁出命去啊？就因为怕你伤心，他就要赌上一生幸福娶个不爱的人？我决定了，回家就偷偷把嫡姐床底下的那些画本子全烧了，看多了真伤脑子。三姑娘，奴婢已经按小姐吩咐把大将军约过来了，说小姐有要事相商，他马上就到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我想嫁李素是不假，
可不想用这种手段，万一他以后记恨我，这日子可怎么过？三姑娘，大将军来了，快！宁府小姐落水了，大将军，快救人啊！看清了，我是宁三，别救！我不想背负误会嫁给你啊！将军，这是我的三妹妹，她自小跟我最亲密，如今为了寻我，她不慎落水。清白全毁在了将军手里。如若将军不肯负责，那我这一辈子都会恨你的。我现在就去宁家提亲。这就成了。宁代婉的魅力这么恐怖，大将军为了不让她伤心，真的愿意随便娶个不爱的庶女？宁三姑娘。愿意嫁吗？宁三姑娘，愿意嫁吗？我的天，这腰，这腹肌，愿意的吧？恭喜将军，恭喜宁三姑娘，恭喜将军，恭喜宁三姑娘！大将军果然是信义之人，这聘礼真是我宁家从未见过的厚重啊！宁大人，将军特意嘱咐过，三姑娘既然要进将军府的门，这礼数便半分不能薄了，否则便是折了将军的脸面。来，抬进来，抬进来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将军如此看重三丫头，实乃宁家的福气。不但入了职，还是顶级高薪。李素，你这辈子的衣食住行，我宁三包了。入职第一天，这功夫重的我脖子快断了。娘，我走了。快看，就是镇北大将军，果然威风。宁府真是好福气，一个嫁状元，一个嫁将军，羡煞旁人。奏乐，带夫人回府。这一刻，我才有一点嫁人的真实感。一拜天地，圣旨到。镇北大将军李肃镇守边疆，战功赫赫，宁氏温婉贤淑，堪为良配。特封宁氏为二品诰命夫人，赏良田1000顷，商铺12间，黄金100两，锦缎1000匹。大夏朝开国至今，哪有这么年轻的诰命夫人？连堂都还没拜完就受封，这大将军圣宠简直逆天了。2品诰命，我爹才是个4品官，我现在比我亲爹还大2级。接旨，谢恩。臣女接旨，谢主隆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的天，这不是嫁人，这是中了6合彩啊！只要我不闲着没事杀夫正道，我就能一辈子稳坐将军夫人之位。没想到这才刚入职就成了永久员工。将军，你早点歇息吧。就走了？他就这么走了？大将军就这么走了？好闺女，姑爷25才成亲，新婚夜只怕会梦浪些，你到时别傻傻的受着，该推开他就推开他。娘，
听娘的，趁着姑爷还没纳妾，你也享受享受。想他了便去勾搭他，别自己独守空房，蹉跎青春。我娘这话没错啊，我能守寡，但是不能守活寡呀。他的心属于我嫡姐，我没意见，但他的身体总得留给我吧。水声哗啦啦，我的心也哗啦啦，我的鼻血也哗啦啦。谁？你怎么了？来人，找大夫来！别，我这是肝火旺，年轻气盛嘛，这病也挺好治。你那什么？哪什么？亲我2下就好了。三姑娘，愿意吗？愿不愿意？愿意。混蛋李素，这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，酸得厉害，尤其是腰和腿，软的根本使不上力气。醒了。你怎么不去上朝？皇上感念我边境多年辛苦，特许我半个月的婚假，这半个月我都不用去上朝，专门陪着夫人。饿不饿？厨房一直温着早膳，有你最爱吃的燕窝羹。是有那么一点点。跟他过了几天没羞没臊的新婚生活，我现在一看见他就腿软。将军，你整日里什么事情都不干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好？快走快走，找朋友喝酒骑马游湖听戏，随便你干点啥都好。求求你放过我的腰吧。我在家也干了不少事情，怎么三姑娘不满意？李素，你简直没皮没脸，那是正经事吗？他这人真是，有人在的时候端端正正的喊我一句夫人，关上门只有我们的时候，偏偏要喊我三姑娘，分明是在调戏我呢。不成，不能再这么待下去了。唉，男人的心跟身体真的是分开的。要不是我之前看见他书房的箱子里放着我嫡姐的画像，我真以为他每天跟我这样那样是爱上我了。将军在里面吗？回夫人，将军去前院见军中副将了，不在书房。画的真用心啊，连眼角的那颗小痣都一模一样。果然，他心里还是装着嫡姐的。这几天的温柔，不过是因为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不过是责任罢了。夫人在做什么？没什么。夫人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我看到箱子上落了灰，擦一下。不打开看看吗？不敢不敢，这是大将军的私物，我不能看。对了，归宁礼，后天就是归宁的日子，我想再添几件像样的礼品，咱们出门溜溜吧。这只赤金点翠的簪子华丽又不张扬，我那娘娘生的美，戴上这只一定好看。夫人真是好眼力，这可是本店的新品。将军，您再来瞧瞧这只梅花簪，与夫人的气质真是绝配。只要夫人喜欢，便全都包起来。你个死丫头，你敢打我！这声音怎么这般耳熟？你可真是败家，这铺子里随便一件东西都要几10两银子。您带完你记住了，你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的心你的钱现在都是我们老徐家的。不过我跟巧儿确实也得添几件首饰，挑挑看也行。就是，嫂嫂你平时吃的穿的哪样不是我哥哥的？现在花你一点嫁妆怎么了？这个我要了，巧儿手上那几个也留下。伙计，
找他付钱。娘，今日是特意来给我娘亲挑礼物的。给你娘的？这个银镯子我戴了多年，是请大师开过光的，送你娘了。嫂嫂，快去付钱啊！掌柜的说这镯子整个京城只有这一件呢，若是不赶紧定下，怕被别人买去。我嫡姐自小被大夫人养得金尊玉贵，脸皮薄，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？那婆婆分明是掐准了我嫡姐不会反抗，在那儿得意呢。娘，妹妹，婉婉前些日子不是送了你们好些首饰吗？那些都是她的嫁妆，比这些珍贵多了。今日是为我岳母挑选礼物的，咱们还是再去别家看看吧。这徐清源还算是个人，总算说了句人话。哎呦呦，老话说的没错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想当初老娘为了供养你读书，给人去当奴才挣银子，你妹妹一年到头舍不得买一身衣裳，为了绣东西，手到雨天就疼。娘，妹妹，你们喜欢买下来就是了，莫要再说这些话，夫君听了心疼呢。又让夫人破费了。大官家的千金小姐，花几百两银子都这样抠索，可见没把我们这些小门户放在眼里。我儿子娶了你，可真是倒霉了。真想冲出去赏他2个大耳刮子。我爹虽是官，可我们家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将军，我嫡姐的嫁妆那是大夫人掏空了积蓄给的。你看她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，咱们想法子帮帮我嫡姐吧。你书房里还藏着人家的画像呢，这会儿难道不心疼？我可是先开口给你台阶下了。喝盏茶降降火，瞧你这样子，气得头顶快冒烟了。你就不心疼？你嫡姐自己立不起来，就算你冲出去帮她也没用。有些人就得吃些苦头，才知道为自己打算。你这人可真凉薄，心里冰明爱慕我嫡姐，却说这样的话。坏了坏了，我这嘴怎么就没个把门的？有些事情心里知道是一回事，可真的捅破这层窗户纸又是另一回事。我也不是故意要戳你痛处的，完了，肯定是伤了他的心了。毕竟娶不到自己心爱的人，还被我这么当众戳破心思，换谁都得生气。唉，也不知道往后他还给不给睡了，他技术怪好的呢。你觉得我凉薄？我胡说的。结账，回府。我是不是真的要把他气跑了？让你嘴欠，这下好了，归宁还没到，先把靠山给整生气了。上车。我刚才是不是真的说的太过火了？他平日里再怎么冷，也没像今日这般不理我。李素，你打算这一路都一句话不说吗？吓死我了！那一脸的阴云，感觉随时都要把我给生吞活剥了。今晚我绝对不能跟李素待在一个屋子里，万一他要把火气撒在我身上，我哪受得了？我就躲在这儿，只要我不出去，他总不能冲进来迁怒于我吧？虽然坐在软软的垫子上，可我的屁股还是火辣辣的疼。李素这个神经病，昨晚到底是发什么疯？神经，太神经了！咱们俩亲了，嘿嘿。反正今天要回门，大不了我在宁家赖上几天，等李素这气儿消了再回来。唉，又叹气，从上车叹到现在，我听得心都烦了。你怎么了？疼，过来给我揉揉。我还屁股疼呢，怎么不见你给我揉揉？也行。让你嘴欠！别碰我，我得赶紧下车，脸都丢尽了。我得快走，
省得李素待会儿又在人前戏弄我。让我死！快让我死！我这辈子的脸都在今天丢光了。冒冒失失的，摔疼了没有？没摔坏，就是我没脸见人了。三妹妹自小冒冒失失的也就算了，如今嫁为人妇了，还这样不懂礼仪。要我说，真该让母亲好好教教你规矩，省得将军府笑话咱们宁家教女无方。区一个翰林边境的夫人，不好好操心自家夫君俸禄够不够花，倒先管教起二品诰命夫人了。哼，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你刚刚那句话怎么跟骂我似的？我刚刚那话随便说的，不是骂你是耗子，你别多心。这算什么？我自小就是被大夫人跟姨娘们骂大的，早就练就厚脸皮神功了。他骂你什么？大贱人生的小贱人，泼皮无赖，天生的下贱货，好吃懒做的讨债鬼，牛马畜生不是个东西。总归他骂他的，我是没感觉的。他骂你做什么？谁知道呢？看一个人不顺眼，可能也不需要理由吧。以后有我在，谁也不许再骂你。今日宁家双喜临门，两路贤婿归宁，宁大人我心里痛快。来，满饮此杯。今日归宁，不知两位贤婿都给府里带了什么稀罕物？一点薄礼，不成敬意。府里各位女眷，人人有份。哎呦，大将军真是财大气粗，这镯子称得真少。金银这种东西，到底是俗了点。徐郎为大家准备的礼物可是很用心的，和市面上那些俗物不一样。这是学生近日整理的着作，刊印成册，送给岳父岳母和各位亲拜，留作纪念。文墨无价，大姑爷这礼物送的真够珍贵的。文采斐然，好礼物。既然礼都送了，大家便散了吧，各自回院休息。我的好将军，你瞧见宁大碗刚才的脸色没？你这金镯子可把状元郎的文墨比进土里了。你若喜欢，回去把库房里的金子都给你。好久没回府里转了，正好趁这个机会，将军陪我去看看小时候常玩的地方吧。听说从前岳丈最喜欢在这个池子里养鱼，结果鱼越养越少。他为了抓贼亲自蹲点，没成想竟然抓住你这个小贼，隔三差五就来抓他的鱼去偷偷烤着吃。那是意外，我真不是嘴馋，是我爹养的鱼特别好吃，真的吃一次就忘不了。岳母说你8岁时突发奇想要做个盖世侠女，家里还给你请了个女师傅，结果你练了几个月就撑不住了，最后倒是另辟蹊径，学了一手准头极强的弹弓。嘿，这事儿娘都跟你说了。萍萍，快去我院子里把我的弹弓拿来。将军，你站到100步开外，头顶苹果，看我给你露一手。哦，我想起大前年永宁侯家的小公子走在路上，被歹人用石头打烂了头顶的玉冠。瞧这手法，应该是你下的黑手吧？我可不是胡乱闯祸的，是那永宁侯府的小公子先用石头砸我，我脑袋上起了好大一个包呢。爹娘怎么什么都往外说，真是什么秘密都没了。你倒是对我好奇心很重，将来还是少带你回来。夫人对我倒是没有半点好奇心。对一个人好奇是喜欢的开始，难道李素真的喜欢我？在这里不好吧？这可是大白天。夫人，你可真是个色中恶魔。
夫人莫急，等回了府里，你想怎么玩便怎么玩。真是百口莫辩。当初我就瞧不上徐家，你偏要嫁，现在倒好，让一个老婆婆拿捏得死死的，这么久了连圆房都没圆成。今日归宁宴上送几本破书，让咱们母女丢尽了脸面。我明明准备好了厚礼，可是哪里料得到，出门前被婆婆调换了。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！你瞧瞧宁三那个小贱人，跟大将军蜜里调油的样子。他年纪轻轻就封了2品诰命，定是大将军特面向皇上求来的。当初娘就不该心软，放任你嫁到徐家那样的破落户。娘，在我的梦里，宁三就是嫁给了徐清源，日子过得温情自在。日后徐清源熬出头，登阁拜相，她成了京城首屈一指的贵夫人。而我呢，听你的话嫁给了李素，新婚当夜他就去了西北打仗，我生生守着活寡熬日子。他战死的消息传来，圣上一杯毒酒赐死我，让我给他陪葬。娘，难道你还要我重蹈覆辙吗？难怪宁代晚大病一场后，非状元郎不嫁，原来竟然是重生的。那李素战死也是真的吗？你那只是一个梦罢了，可宁三嫁给大将军得到的好处是实打实的。我的乖乖哟，娘知道那个老拼婆给你立规矩折腾你，恨不得冲过去撕烂她的嘴脸，可日子是你要过的，娘替不了你呀。在我的梦里，宁三却跟那个老鱼婆还有嫁不出的徐巧儿关系很好呢，隔三差五的就出去吃茶看戏。他想他姨娘，徐清源还专程求父亲，时常接他姨娘回徐家住。徐清源那样循规蹈矩的性格，经常纵容宁三。大庭广众之下，宁三扯他的脸，他都笑着。可为何我嫁过去，全都变了个样呢？我竟然能跟那种见钱眼开的人相处好，我想都不敢想。扯徐清源的脸，就他那张圣贤面孔，我得有多想不开才会去扯他的脸啊！婉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并不是嫁给谁的问题，而是宁三这个人，不管嫁给谁，他都能把日子过好。娘，你明知道我自小处处掐尖要强，恨透了宁三那个懒散鬼，却要说这种话，往我心口捅刀子。我嫡姐从小争强好胜，处处要比别人做得好，可她自己努力就算了，偏偏总嫌我不够用功。凭什么她能过得那样自在？娘那么骂她，她像个傻子似的无动于衷，闷头啃果子。爹罚她到祠堂跪着，她倒好，自顾自的睡着了。她这人从不在意别人如何评判她。在相府千金的宴席上，我做的事拔得头筹。他憋不出半句诗词，却还舔着脸挽着相府千金，说什么这世界上有姐姐这样的天才，也有他这样的庸才，饶过他吧。一句话把相府千金哄得昏了头，竟然亲热的笑他妹妹。娘，我嫉妒他，我恨他，他总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大家喜欢他在意他，我就不信等大将军战死西北以后，他还能过得像现在这么自在。来人，快来人！嫡姐竟然嫉妒我，她有天分又肯努力，我就是累死也比不上她1/10，只能摆烂。她跟相府千金是手帕交，自小就关系好，可我只是个庶女，在人家宴席上自然要绞尽脑汁说些俏皮话，讨人家开心啊。庸人自扰罢了，你不必把那些话放在心上。至于他说的那个梦，也是无稽之谈。徐清源那人性格绵软，没有担当，你怎会看上他？我的好夫君，你咬牙切齿地念着徐清源这3个字，莫不是吃醋了？对，我吃醋了。啊？夫人，我心悦你。将军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还是我听错了？心悦我？怎么可能？全京城谁不知道，你李素一心想要求娶的是我嫡姐宁代婉。你没听错，也没发烧。从始至终，我心悦的人就只有你一个。不可能！全京城都知道你李素想娶的是我嫡姐。皇上为了你特意敲打我爹，不让我爹给嫡姐定亲。还有你书房里还藏着宁代婉的画像，你现在告诉我你心悦我？我难道只是个替代品？还是你求而不得之后的退而求其次？是，全京城都以为我想娶宁代婉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想娶的人从来都是你宁黛玉。至于书房里那幅画像，根本不是我要的，是皇上硬塞给我的，我连打开都没打开过几次。你骗人！既然如此，那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来我家提亲？为什么要让全京城都以为你想娶的是我嫡姐？姑娘，三姑娘，您在哪儿呢？
死我了！赶紧走。娘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今晚回将军府了，特来跟您知会一声。知道了，成了亲就是人家的人了，往后夫妻之间要好好相处，凡事有商有量。还生气呢？哼，我哪敢生大将军的气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既然心悦我，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耍得我团团转？不是我想绕圈子，是皇上先闹了个大乌龙。回京后，皇上给我派了个差事，让我秘密调查三皇子谋反一案，你爹也在排查名单里。什么谋反？我爹就是个四品官，贪点小钱还行，他那么窝囊，怎么敢掺和谋反啊？放心，早就查清楚了，你爹就是个墙头草，没那个胆子。不过搜查宁府的时候，我从你枕头底下搜出了一本册子。我的夫君考察手册，我那些虎狼之词全被他看见了。啊！你别说了，李素，你偷看我东西，我不活了！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想看看这个对我徐徐图之的宁三姑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。赏花宴，我对她有印象，可她那时候看都没看我一眼啊。那天所有的闺秀都躲着我，怕我这个莽夫，只有你在后花园芍药丛里，穿着浅碧色的衣裳，戴着个凤翅紫金冠，拿着根金箍棒。你给一群小孩讲《西游记》，讲得眉飞色舞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那你那时候就注意到我了？原来从那么早开始，他就注意到我了。原来我偷偷摸摸的那些小心思，在他眼里早就暴露无遗了。萍萍、翠翠，你们先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是，小姐。李素，宽肩窄腰，五夫体格，夫妻生活棒棒的。要是亲不到李素的嘴，摸不到她的腹肌，睡不到她的人，我的容貌会枯萎，世界会毁灭。我不活了，难怪他新婚夜那么放肆，原来他早就知道我脑子里全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别埋了，再闷就喘不过气了。册子我都看了无数遍了，每一页都背下来了，没什么好害羞的。你还说李素，你个流氓！你竟然偷看我的日记，你还派人搜我的院子！我不是故意偷看的，那时候是查案，例行搜查。后来是我自己没忍住，又偷偷拿来看了好几次。我就想看看我们宁三姑娘到底什么时候才肯出手勾搭我。那你都知道了，还看着我天天躲着你？我以为你只是害羞，想着等你主动，结果我等啊等，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。今日吃得太饱，脑子犯困，怕见了大将军话说不利索。今天心情不好，怕被拒了影响食欲，改日再勾搭。今日看黄历，不宜谈婚论嫁。这些借口我都听翠翠汇报了无数遍。翠翠是你的人？京城各个官员府邸都有朝廷安插的暗探，翠翠就是安插在宁府的人。好啊，你竟然在我身边安插眼线，合着我每天想什么你都知道，你就在那看我演戏呢。宁三，其实当初皇上误以为我看上了宁代婉，全是因为一场天大的误会。老王妃的赏花宴上，我听说宁代婉来了，就往那边看了一眼。看我嫡姐？我心里想着你是宁代婉的庶妹，会不会也在？结果就被老王妃误会了，以为我看上了她。老王妃转头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皇上。皇上一听，觉得宁家是书香门第，嫡女端庄贤淑，跟我正好相配。那皇上也不能不问的意思，就直接敲打我爹吧？我跟皇上解释过，可他不听，他觉得我就是嘴硬，不好意思承认。我想上门去澄清，可又怕打草惊蛇，更怕吓着你。我有什么好吓的？你那时候见了我就跟见了猫的老鼠似的，躲得远远的。我要是直接上门提亲，我怕你直接吓得躲回梧桐院，再也不肯见我了。后来宁代婉逼着我去勾引你，这你也知道。翠翠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了，我本来想阻止，可后来又想，正好借这个机会推你一把。所以那天我跳湖，你早就知道是个圈套。知道，我知道宁代婉的计划，知道你会跳湖。那你还跳下去救我？因为我想娶你，宁三，不管有没有这个圈套，我都会娶你。对了，你册子上写的这些愿望，夫人想什么时候实现，为夫都奉陪到底。李素，你不许再说了，不许再背我册子上的话。好，不说了。只要夫人知道我的心意从来都是你就够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害得我一直以为你是因为嫡姐才娶我的，一直以为我是替代品。是我不好，我总想着慢慢来，等我彻底暖热了你的心，是我没考虑到你的不安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那你以后不许再瞒着我任何事情了，
不许再偷偷摸摸查我，不许再安插眼线在我身边。好，都听夫人的。这还差不多。那我嫡姐说的那个梦是怎么回事？她说前世她嫁给你，结果你战死了，皇上还赐毒酒让她陪葬。宁代晚的梦未必全是假的。西北军情最近不安稳，蛮夷部落蠢蠢欲动，入冬之前大概率会起兵来犯。到时候我必须回西北镇守。那你不去行不行？让别的将军去不行吗？你已经是大将军了，不用亲自上战场了吧？不行，我是镇北大将军，镇守西北，护大夏安宁是我的职责。那些蛮夷最忌惮的就是我，必须去。你放心，我打了10几年的仗，从来没输过，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来见你，好不好？我不管什么大将军，我只要你活着。李素，如果你一定要去，我得想个法子，绝不能让那个梦变成真的。只要有你在，我绝不敢轻易死在战场上。宁三，尝尝这个西域进贡的新鲜果子。不想吃，心里总堵着西北那事儿，怎么都不得劲儿。大将军，诰命夫人，宁府出大事了！大夫人请2位赶紧回府一趟，大小姐回娘家了，正哭着要寻死觅活呢。宁代晚，走，李素，咱们回宁府瞧瞧。三丫头，大将军，你们可来了！快劝劝你姐姐吧，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宁三，你满意了？你现在是高高在上的诰命夫人，有大将军疼着宠着，我却在徐家那个火坑里生不如死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嫡姐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徐家那老婆子和徐巧儿天天变着法的要宁代晚的嫁妆，短短半个月就掏空了大半。徐清源的窝囊废只让宁代晚忍着。昨儿要那老婆子卖一卖宁代晚的铺给徐巧儿凑嫁妆，宁代晚不肯，徐清源竟然动手推了他一把，额头都磕破了。他徐清源还是个人吗？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我当初就是瞎了眼，才会信了那个梦。我以为我嫁给他就能荣华富贵。宁三，你说的对，男人一旦发达，最先忘的就是陪他熬苦日子的女人。梦里你能过得好，是因为你不管嫁给谁，都能把日子过好。而我，就算拿着再好的剧本，也过不好这一生。婉婉，为夫知道错了，岳父岳母，求让婉婉跟我回去。我母亲那也是为了家里好。我是宁府的大姑爷，来接我的夫人回府。你们这些下人也敢拦着？快去通报！让他进来。见过大将军。徐清源，你刚才说要接你的夫人回府？是内子与我闹了点小矛盾，回了娘家。我这个做夫君的，自然要来接她回去。小矛盾？你的夫人带着10里红妆嫁进你徐家，给你母亲妹妹买首饰填家用，掏空了大半嫁妆。你不知感恩，反而纵容你母亲搓磨她，甚至对她动手。大将军误会了，我没有对她动手，只是夫妻之间推搡了一下，我绝不是故意的。推搡了一下，她额头上的伤也是推搡一下弄出来的。哼，徐清源，我大夏朝的律法，殴妻致伤是要判流放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大将军饶命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理解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可日子过不下去，也不必硬熬。和离也好，打官司也罢，你是宁府的嫡长女，是我爹的女儿，不必受这个委屈。婉儿，和离，咱们不和他过了。娘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给你把和离书要来。和离，今日便把和离书签了，滚出我宁府！和离，岳父大人，您可想清楚了？若是和离，宁代晚的名节可就全毁了。我不仅不会签和离书，宁家还得给我升官铺路。若是不从，我就把宁代晚在徐家被厌弃的事传遍京城，看谁还敢要他。宁代晚看错的人，不仅是个窝囊废，还是个彻底的毒蛇。嫡姐争强好胜了一辈子，处处都要做到最好，结果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这样。李素，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呢？日子是过给自己的，不是过给别人看的。他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太想赢，反而把自己困住了。不像你，从来不在意别人怎么说，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，反而活得最通透、最自在。怎么，现在才知道我好啊？早就知道了，从第一次在赏花宴上见你，
看你给孩子们讲故事，赚的钱包鼓鼓，一脸财迷样，就知道你是个不一样的姑娘。李素，你去西北真的不能带我一起去吗？我不想跟你分开，我怕像狄姐梦里那样，你一去不回，我连你最后一面都见不到。夫人，其实我不是孤儿。什么？全京城都知道你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啊？那是我对外说的。我的父亲是当年的神策大将军李晴。神策大将军李晴，那个皇上罢朝3天都要悼念的大英雄。我爹跟皇上自幼一起长大，他战死前怕我顶着名头长成个纨绔，就把我托付给旧部，让我在西北从底层做起。15岁我入军，从扛起小兵做起，直到皇上认出我，才召我回京受封。那你在西北从底层做起，被人欺负，吃不饱饭的时候，是不是很想你爹娘啊？一开始想，后来就顾不上了。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家，什么叫牵挂。玉儿，西北凶险，我不能带你去，我怕护不住你。你不带我去，难道我就不能偷偷跟着吗？我绝不做那个在京城里等死讯的人。该来的，终究还是来了。将军，西北急报，蛮夷3大部落集结了10万大军，突袭了我们边境的3座城池，守将战死，百姓死伤无数。狄姐梦里的事情，还是一步步的应验了。本将军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。传令下去，召集所有副将，即刻到将军府议事，传我军令：京中3大营整装待发，3日后随我出征西北。是，将军。吓到了。你一定要走吗？就不能再等等吗？不能，边境的百姓正在受苦，城池正在失守，我必须去。晚去1天，就会有更多的百姓死在蛮夷的刀下。玉儿，我走之后，你就回宁府陪着岳母住。将军府里的人都会听你的话，皇上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他会护着你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了，将军府的所有财产都归你。皇上不会让你陪葬的，我已经跟他立了军令状，就算我战死，也不许动你分毫。你将来要是遇上了合心意的人，改嫁便是，我不会怪你。不许胡说！李素，我不许你说死，你必须平平安安的回来。你要是敢死在外面，我就把你这将军府卖了，带着你的钱改嫁别人，让你死了都戴绿帽子。好，我不死，就算只剩一口气，我也从阴曹地府爬回来，好不好？我舍不得我的夫人，我舍不得我的夫人，舍不得让你改嫁别人。我舍不得我的夫人，舍不得让你改嫁别人。等我回来。李素，李素，姑娘，咱们回屋吧，外面风大，将军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。不能就这么等着。平平、翠翠，备马车去宁府。三丫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将军不是今日出征吗？娘，我要跟他去西北，我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战场上，我要陪着他。胡闹！你一个姑娘家，你疯了？西北是战场，你一个娇生惯养的姑娘家，去那种地方干什么？他是我的夫君，是要陪我过一辈子的人。他去保家卫国，我去陪着他，照顾他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。好，娘跟你一起去。你娘我别的本事没有，医术还是会一点的。去了西北，能救治伤员，也能照顾你。娘，你真的愿意跟我一起去？傻孩子，你是我闺女，我怎么能放心让你一个人去？李素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李素，我把我娘偷出来了，这下再无牵挂，咱们一起去西北。宁三，你胡闹什么？谁让你过来的？快回府去！我没胡闹，你是我的夫君，我要跟你一起去西北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不行，西北是战场，不是京城的将军府，那里刀枪无眼，天天都在死人。你一个娇生惯养的姑娘家，
去了根本受不了那个苦。听话，带着岳母回府去，好好等我回来。我受得了，我知道那里苦，知道那里危险，可我更怕待在京城里，每天提心吊胆，不知道你的消息，不知道你是生是死。与其那样熬日子，我宁愿跟你一起去西北，就算是吃苦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跟你在一起。大将军，月儿的性子你也知道，她决定的事情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你不让她去，她就算是自己一路乞讨，也会追到西北去的。与其让她一个人在路上冒险，不如带着我们一起走。我懂医术，去了西北能救治伤员，能帮上忙，绝不会给你添乱。将军，吉时快到了，再不走就误了时辰了。好，我带你走，但是你记住，到了西北必须寸步不离的待在我身边，不许乱跑，不许做危险的事情。好，听见没有？我都听你的。出发！理解梦境里的事情会真的发生吗？怎么还不睡？今天赶了一天的路，不累吗？不累。娘说西北战场最缺的就是药材和会治伤的人，我多学一点，到了那边就能多帮上一点忙，也能好好照顾你。万一你受伤了，我也能第一时间给你处理。我不会让自己受伤的，你不用逼自己学这些。到了西北，我会把你护得好好的。我知道你会护着我，可我也想护着你啊，李素。我不想只做躲在你身后的菟丝花，我想做能跟你并肩的人。传令，全速通过！娘，谁准你冒头的？刚才多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那是为了救我娘，我打得准，你明明看见了。那也不行，万一引来刘匪围攻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以后不许再动这玩意儿，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车里。李素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好心帮你，你竟然吼我！别想让我理你了。大将军回来了！大将军回来了！我们有救了！我终于明白李素为什么一定要回来。这城墙后是万千百姓，是中原沃土。兄弟们，我回来了！有我在，定保镇北城寸土不失，定让蛮夷血债血偿。这就是京城那位娇滴滴的将军夫人，来这吃人的地方，怕是待不了3天就要哭着回京。他们太苦了。别怕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我不怕，我只是觉得我们要打赢，一定要把蛮夷赶出去，让他们能好好过日子。好，我们一起把他们赶出去。挺好的，干净整洁，比我想象的好多了。将军，不好了！蛮夷的先头部队已经打到城外10里坡了。你待在府里，哪里都不许去。我去城墙上看看。李素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回来。姑娘，您别担心，将军那么厉害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您还是坐下来歇会儿吧，您都站了1个多时辰了。我坐不住，外面在打仗，在死人，我怎么可能坐得住？平平翠翠，跟我走，去军医帐。娘，我来帮你。好，去那边给那些伤兵清洗伤口，包扎止血，按我教你的来，别慌。好。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里脏，不是您该来的地方，您快回去吧。没什么不该来的，会有点疼，你忍一忍。谁说女子不如男啊？将军夫人和老夫人真是菩萨心肠。我们赢了，将军把蛮夷打退了。
谁让你到这里来的？我想救人，我也想保护你。你做得很好，但是现在跟我回府休息。等等，你受伤了，快让军医给你看看。李素，你要是敢不当回事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小伤，战场上这点皮外伤算不得什么。将军，箭头划得很深，再偏一点就伤到筋骨了，青葱缝合，一刻都等不得。你身上这些疤都是这么换来的吗？以后不许再让自己受伤了，不然我会担心死的。你答应我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将军，不好了！蛮夷大部队偷袭了粮草营，大半粮草被焚毁了。粮草营有重兵把守，怎么会让蛮族轻易得手？将军，蛮夷用了调虎离山计，等我们发现火已经烧起来了，余粮只够撑10天了。将军，开城突围吧，退到雁门关会合援军。不行，我李肃守在这里，绝不弃城而逃。夫人，这是军务议事，您……我不是来捣乱的，我是来解决问题的。我有办法能解决粮草，撑到援军过来。夫人，你真的有办法？蛮夷以为烧了干粮我们就得等死，可他们忘了现在是什么时节，这地里还藏着什么。蛮夷烧了我们的米面，可地里的东西他们烧不着。我有3策可解此困。第一，镇本城周边有大片土豆和红薯地，现在正是收获季节，这东西产量极高，饱腹感强，完全可以替代主食。第二，立刻组织人手去周边的山里采摘野菜，捕猎野味。第三，全城统一管控粮食，士兵和壮丁多分，老人孩子妇女少分，严禁高价倒卖，违者军法处置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，城外的土豆地一眼望不到头，1亩地能收上千斤，全收回来，撑1个月都没问题。夫人这办法简直是绝了！将军夫人真是活菩萨呀！要不是您，我们这次怕是真的要饿死了。大家伙加把劲儿，把土豆存好了，谁也饿不着。我的夫人真是个宝贝。将军，好消息！京城的援军带着粮草已经到50里外了，明天一早就能到镇北城。援军到了，决战也就不远了。李肃，这次我们要把蛮夷彻底赶出去。将军，莫笑来迟了，让您和兄弟们受苦了。不迟，来得正好。再晚来几天，我们就得啃树皮了。我听说粮草早被烧了，你们是怎么撑到现在的？这次全靠夫人，是夫人想出的法子，救了全城居民的命。夫人，末将敬您一杯。之前末将不懂事，以为夫人是来添乱的，如今才知道夫人是大本事之人，末将给您赔罪。夫人，您慢用。我等敬夫人一杯，谢夫人救命之恩。各位将士太客气了，保家卫国是你们在拼命，我只是做了点微不足道的小事。这杯酒，我敬各位舍生忘死，护我大好河山。现在整个西北军营都知道我李肃娶了个有本事的好夫人了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，现在知道我有多厉害了吧？是，我的玉儿最厉害，是我小瞧你了。将军，急报！蛮夷主力20万大军集结完毕，3日后即刻攻城。20万，这是要跟我不死不休啊！李肃，这一次我们绝不会输。萍萍，去把这些全都换成药品和粮食，分给城里的百姓和守城的兄弟。20万蛮夷大军压境，李肃左臂的伤还没好利索，每天连轴转。
我帮不上刀枪，但我也不会拖他的后腿。大家听好了，决战就在明天，备足药材和绷带，我们要守在这里，救回每一个下战场的兄弟。玉儿，你真的长大了。你回来了，今天怎么这么早？都安排好了。玉儿，对不起。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说对不起？我答应过你要护着你，不让你受一点苦，可我把你带到了这边关，带到了战场，让你跟着我担惊受怕。明天就要决战了，我怕……李素，我从来没后悔过跟你来西北，能跟你一起守着这座城，能跟你并肩作战，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。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你一定会打赢的，我信你，全城的百姓都信你。你放心去打仗，我就在军医帐里等你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众将士，随我杀敌！这一战不仅是守城，更是守住我们的家。守住！只要我李素还站在这里，就绝不让蛮夷踏上城墙一步！按住他，拿绷带，快！李素，你一定要撑住，我不能分心，我多救一个人，就是帮你多守一分。将军，您先下去歇会儿，您的伤不能再撑了。不用，我退一步，兄弟们就多一分危险。将军，小心！将军，小心！将军中箭了！快抬去军医长！李素，李姐的梦，难道真的避不开吗？李素，你睁开眼看看我！夫人，快让开，先让老夫人给将军治伤。娘，怎么样？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你救救他，我求你一定要救救他！是蛮夷的七绝毒，这种毒是草原上的剧毒，见血封喉。他能撑到现在，全靠他身体素质强悍，意志力强。老夫人，求您救救将军！将军是我们全军的主心骨，他绝不能有事啊！我会尽力，但是这种毒的解药只有蛮夷首领手里才有。我这里的药材只能暂时压制毒性，最多撑3天。3天之内拿不到解药，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。李素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会平平安安的，你不能对我食言。你放心，解药我去拿，就算是闯龙潭虎穴，我也一定把解药给你拿回来。夫人，万万不可！蛮夷大营里全是敌人，您去了就是自投罗网啊！他是我的夫君，我不去，难道眼睁睁看着他死吗？李素，你等我，我一定把解药拿回来。你一定要撑住，不许丢下我一个人。夫人，您这是？翠翠，我要去蛮夷大营拿解药。我走之后，你和萍萍好好守着将军，陪着我娘，不许把我去了哪里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军营里的副将们，知道吗？夫人，不行啊！蛮夷大营全是豺狼虎豹，您一个人去根本就是送死啊！您要是有个3长2短，等将军醒了，我们要怎么跟他交代啊？我不去，他就活不成了。我不会有事的，我心里有数。我不是去送死的，我是去拿解药的。我答应过他，要跟他一起回京城，我不会食言。如果3天之内我没回来，就把这个交给副将，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守住镇北城。这里边是迷药，比你手里的药性强10倍，还有解毒丸，万一沾了毒，先吃1颗保命。地图我给你拿来了，蛮夷大营的布局
首领王帐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。你是我生的，你想干什么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娘不拦你，但是你记住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你要是死了，娘也活不成了。李素还在等你，我们都在等你。站住！让他去，你们去了只会惊动蛮夷，那是害了他，也害了将军。李素，等我。喂，动作快点！时间不多了，李素在等我，我必须尽快。娘说解药须得妥善保管，看来定在这木盒里。到手了！什么人？抓住他！想要我的命，先问问我手里的家伙。活起！救火！抓住那个刺客！请你们睡个好觉。解药在我怀里，我绝不能死在这里。李素还在等我。夫人，我们来接你了！放箭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解药拿到了，快回城！娘，解药，快给李素解毒！没事了，解药起效了，他这条命捡回来了。太好了，李素，你会没事的。夫人，副将，蛮夷首领发现解药被偷，正带着15万大军疯狂压境，已经到10里外了。来得好！他守着我，我守着城。这一回，我陪他战到底。现在能战的士兵不足5万，将军还在昏迷，群龙无首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闭城死守，等待援军。可兄弟们士气低落，这城怕是守不住啊！守不住也得守，将军拿命护着这座城，我们就算是战死，也不能让蛮夷踏进来一步。各位将军，我知道现在情况危急，将军昏迷，蛮夷兵临城下。大家心里慌，我也慌，但是慌解决不了问题。这座城是将军和兄弟们拿命守下来的，我们退无可退。将军虽昏迷，但他定下的布防兵书都在。从今天起，我代将军守城，所有将士听我号令，有违抗军令临阵脱逃者，军法处置。我等听夫人号令，誓死守卫镇北城。是将军的铠甲，帅旗动了，死守镇北城，将军威武！什么？李叔醒了？中了7血毒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醒了？按计划安排，百姓运火油，壮丁守东门。蛮夷以为我们乱了，我们就给他们送份大礼。放箭！滚石，火油！夫人，您下去歇歇吧，这里有我们。您已经守了1天了。不用，我要是下去了，
兄弟们的士气就散了。只要我还站在这里，这座城就不能破。夫人，小心！李素，你疯了！你刚醒，你怎么能过来？我怎么能让你出事？别怕，我回来了。我李素在此，谁敢犯我大夏疆土，杀无赦！将军醒了！必胜！必胜！必胜！开城门，随我出城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等我回来，这一次是最后一次。宁三，这场仗我们终于赢了。我们赢了！赢了！我们赢了！玉儿，我李素，此生能娶你为妻，是我三生有幸。你为我闯龙潭虎穴，为我守孤城绝境，为我做的一切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此生此世，我唯你一人，绝不纳妾，绝不相负。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。李素，嫁给你，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朕感念李肃将军浴血杀敌，更赞大将军夫人宁氏有勇有谋，巾帼不让须眉。特加封宁三为一品诰命夫人，赏赐凤冠金册、明珠百科。臣父领旨。李大将军一品夫人，皇上还有一道旨意，召二位即刻班师回朝，京城百姓都在等着英雄归来呢。一品夫人回来了，李大将军回来了。你看，现在我好像比你还受欢迎了。那是自然，我的夫人是全大夏最厉害的女子，谁能不敬佩？三丫头，不，一品夫人，快请坐。这一路辛苦了，快给夫人上最好的茶。是。见过大将军，见过一品夫人。父亲客气了。嫡姐呢？怎么没看见她？你来了，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来看看你。我输了，我争了一辈子，抢了一辈子，到最后还是输得一败涂地。娘说的对，不管嫁给谁，你都能把日子过好。而我，就算拿着再好的剧本，也过不好这一生。徐清源，他攀附三皇子，参与了谋反，已经被抓进大牢了。三皇子的党友已经扫清了，徐清源也在名单上。回将军，已在死牢，等候圣旨批复。将军，这可跟我宁家无关啊！梦里徐清源登阁拜相，现实却是满门抄斩。人生的剧本，真不是靠抢就能换来的。李肃，三皇子谋反的事是真的吗？徐清源他真的参与了？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。三皇子暗中勾结蛮夷，想要里应外合，谋朝篡位。这次蛮夷大举进攻镇北城，也是他在背后挑唆的。徐清源急功近利，上了三皇子的贼船，也是咎由自取。难怪当初蛮夷能轻易绕后烧了粮草，原来是有内鬼在京城传递消息。幸亏嫡姐早就跟徐清源和离，也算是阴差阳错保住了一条命。李肃，你干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。到了。夫人，上一次大婚太仓促，
又闹了上错花轿的乌龙，委屈你了。欠你的婚礼，我今天补给你。我李素，此生唯宁将一妻，生生世世永不相负。你愿意再嫁我一次吗？我愿意，李素，我愿意。别光顾着亲热了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玉儿怀孕了。哎，我当娘了！千真万确，快2个月了。前几日看你总嗜睡失三，我还以为是路上累着了。今日一把脉，果然是喜脉。我要当爹了！是，你要当爹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有孩子了！你怎么了？一夜没睡？宁三，这孩子不能有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没疯。我娘生我的时候难产大出血没撑过去，我见过太多女人生孩子丢了性命。军营里那些家眷10个里有3个都熬不过这一关。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，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。傻瓜，我娘是最好的大夫，京城最好的太医都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一定要把他生下来。你竟然敢请院判来问落胎药！李素，你敢动我孩子，我就回宁府不理你了。夫人，我错了，你开开门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你呀，真是糊涂！玉儿盼这个孩子盼了多久？你张口就说不要，他能不生气吗？岳母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怕他出事，我宁愿这辈子没有孩子，也不能让他冒一点险。女人生孩子本就是鬼门关走一遭，你以为他不知道吗？与其在这里堵着门认错，不如好好学着怎么照顾他，怎么把他的身体调理好，让他顺顺利利的生下来，这才是正经事。多谢岳母点醒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李大将军，你现在不去军营练兵，不去朝堂议事，天天围着我转，就不怕别人说你闲话？怕什么？练兵议事哪有照顾我的夫人和孩子重要？皇上都准了我的假，让我好好在家陪你，谁敢多说一句？我要进去，我不让她生了，我不让她生了，我不让她生了！你冷静点儿，产房重地，你不能进。玉儿身子底子好，我一直在里面守着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别在这里添乱。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，夫人生了个小闺女，母女平安。李素，玉儿，你来了。对不起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罪。傻瓜，我没事。你看，我们的女儿多可爱。我宁可不要什么女儿，只要你好好的。将军，可是要问小千金的有没有断子绝孙的药？喝了之后，再也不能让女人怀孕的那种，对身体没有太大伤害的。将军，您说什么？我说我要断子绝孙的药。我再也不想让我的夫人受生孩子的苦了。这一次，差点要了她半条命。我绝不会让她再冒一次险。
这辈子有你，有这个孩子，足矣。早就听说李将军把你宠上天了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真是好福气，嫁了个这么疼你的夫君，还生了个这么可爱的女儿。娘娘谬赞。累不累？要不要回房歇着？孩子让奶妈抱着吧。李将军真是出了名的妻管严啊！疼自己的夫人，天经地义。将军，脉象已经稳了，确实再也没有生育的可能了。只是这药终究有3分毒，您日后还是要少饮酒，按时吃温补的药，不然对身子有损伤。我知道了，辛苦你了。这件事不许让夫人知道，听见没有？李素，你疯了！你竟然偷偷喝了断子绝孙的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玉儿，你别哭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，我就是怕你再受生孩子的苦，我再也不想看你躺在产房里9一生的样子了。有没有儿子不重要，我只要你和满满平平安安的就够了。你个傻子，你真的太傻了！三丫头回来了，快进屋坐，爹特意让人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燕窝，快尝尝。不必了，我是来看我娘的，就不麻烦父亲了。满满这孩子长得真像你，你看这福气，真是全京城独一份儿。将军夫人可算回来了，你姐姐天天念叨你呢。当初要不是你，我们宁府也没有今天的风光。你真是我们宁府的福星啊！夫人客气了，我只是个庶女，当不起宁府的福星。当初要不是嫡姐把这个机会让给我，我也没有今天。说起来，我还要谢谢嫡姐呢。玉娘，我没想到去了西北，他那些医术倒是有了用武之地，让他大放光彩。如今已不是那个随我拿捏的妾室了。玉儿，带满满过来，给我抱抱。三妹妹，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怎么，看我现在这样子，很意外？是有点意外，我以为你会恨我。恨？以前是恨过，嫉妒过。我恨你明明什么都不用争，就能轻轻松松得到我拼尽全力都得不到的东西。可现在我不恨了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嫁人生子这一条路。我守着我的书院，教那些女孩子读书识字，不用依附男人过日子，这样的日子比困在后宅里跟人争风吃醋有意思多了。嫡姐能想明白，真好。说起来，我还要谢谢你。当初徐清源谋反，要不是你提前跟官府递了消息，说我早就跟他和离，我就算不被砍头，也会被流放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你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没我也不会有事。不一样的，以前我总觉得你只是个庶女，却偏偏命比我好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是你比我通透，比我清醒。你只想着过好自己的日子，而我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评价里。这个是给孩子的满月礼，现在补给他。三妹妹，以前是我不对，处处针对你，对不起。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们姐妹俩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这就是念宁吧？快到皇爷爷这儿来。皇爷爷好。好孩子，真乖。来，尝尝这西域进贡的点心，还有这猪串，拿去玩。这孩子长得真像你，眼睛却像李将军，
又机灵又可爱，真是个小人精。娘娘谬赞了，这孩子平日被我惯坏了，没个正形。传朕旨意，安宁县主李念宁聪慧过人，深得朕心。即日起，朕要任其为义女，晋封为安宁公主，赏赐金银珠宝、良田铺子各1000。臣代满满谢主隆恩。哟，我这安宁公主怎么成了个受气豹？皇爷爷不是最疼你吗？娘，皇爷爷又给我找驸马了。今天找了3个小哥哥让我选，我说我要跟爹学武功不嫁人，皇爷爷还说我不懂事。明天我就进宫，跟皇上好好说道说道。满满才6岁，他就想着给他找驸马，门儿都没有。你跟皇上吵什么？他也是真心疼满满。我的女儿，这辈子不嫁人都没关系，我养她一辈子。谁敢打她的主意，我非把她腿打断不可。我的大元帅在战场上杀伐果断，到了女儿这儿，倒像个没头苍蝇。圣旨到，朕念及安宁公主聪慧，特将安宁公主指婚于太子嫡子，待成年后正式完婚，钦此。指婚给未来的储君，皇上这是要把满满锁死在王位旁边啊！我这就把这圣旨给退回去。你疯了！这是圣旨，你抗旨不遵是要杀头的。杀头我也不能认。满满才6岁，皇上就给他定娃娃亲，还是太子的儿子。皇宫那地方多凶险，我怎么能让我的女儿跳进去？虽然我也不愿意，但硬抗肯定不行，得想个损招。满满，你竟敢在朕面前动手！皇爷爷，我未来的夫君武筋骨必须能打得过我，能文能武还要听我的话。哥哥太弱了，我看不上。父皇，这婚事还是罢了吧，儿臣怕这孩子将来被满满给欺负死。罢了罢了，你这小霸王，朕是管不了你了。姨娘，你就跟我回去吧，我保证以后一定待你好。宁大人，我如今有了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们往后各自安好吧。夫人，一转眼，我们成亲10几年了。是啊，10几年了。从宁府那个好吃懒做的庶女到现在，一晃眼都过去这么久了。遇见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谢谢你，给了我一个家，给了我所有的温暖。我才是，谢谢你给了我偏爱，给了我底气，让我能安安稳稳的摆烂，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。爹娘，快下来回家吃饭了。人间朝暮，叶落金秋，岁岁年年，朝朝暮暮，皆是他。